今天我们来聊聊骨骼健康的秘密。许多人年轻时不在意补钙，年纪大了才发现骨头脆得像饼干，一摔倒就骨折。也有人每天喝牛奶、吞钙片，以为这样就能拥有钢铁般的骨骼，结果到了晚年依然骨质疏松。但您是否也见过这样的长者，从不特意补钙，却80、90岁了依然健步如飞？难道他们天生骨头硬？其实不然，秘诀往往就藏在日常饮食中的一个小细节。问题出在哪里？原来钙质摄入够不够只是一方面，身体能不能吸收才是关键。如果没有找到正确的方法，再多的钙也只是在体内白白积累，严重时甚至可能变成肾结石等问题。那么有没有一种简单又有效的补钙秘方，能让骨头想变脆都难呢？答案就藏在我们常见的食材中。今天的主角正是被很多人小看了的天然补钙能手——豆腐。更令人惊讶的是，豆腐如果和它一起煮，补钙效果能翻上好几倍。然而可惜知道这点的人太少，许多人因此错过了这个让骨骼受益的黄金组合。那这个神奇的它究竟是什么？在揭晓之前，我们先来看看豆腐本身有哪些奥秘，以及为什么你的补钙策略可能一直用了错误的打开方式。首先，钙质对我们的骨骼有多重要？骨骼就像人体的钢筋，钙则是钢筋里的主要材料。如果钙质不足，骨骼密度下降，就会出现骨质疏松。简单说，就是骨头变得又轻又脆，承受不了太大的压力。你可能听过老人家稍微磕碰就骨折，这就是骨质疏松在作怪。要知道，髋骨骨折对老年人的打击尤其严重，许多患者骨折后生活无法自理，甚至在1年内出现生命危险。统计显示，全球有相当比例的中老年人存在不同程度的钙缺乏和骨质疏松问题，女性在停经后尤其明显。在中国，营养健康调查显示，我国居民人均每日钙摄入量仅约400毫克，不到建议摄入量的一半，普遍存在着钙缺口。当我们年轻时，骨骼像海绵一样存满钙，但约在30岁前后骨量达到顶峰之后，身体对钙的流失速度慢慢超过蓄积速度。如果不特别注意补钙，骨库会一天天被掏空，直到有一天你可能只是打个喷嚏，脊椎都可能压缩性骨折。这听起来是不是很吓人？所以从中年开始，我们就要处处留心为骨骼补充弹药。一般人想到补钙，第一反应就是喝牛奶、吃钙片。诚然，牛奶是公认的高钙食品，每100毫升牛奶大约含有100多毫克钙质，再加上乳糖和乳蛋白有助于钙吸收，因此牛奶补钙算是有效。但并非人人适合每天牛奶灌下肚，因为亚洲人体质中乳糖不耐受的比例很高，很多人一喝牛奶就拉肚子，钙还没吸收到先排出了。还有人本身对牛奶过敏或不喜欢奶味。至于钙片，医生通常建议有需要的人短期服用，但长期高剂量补充钙剂可能带来血管硬化、肾结石等副作用风险。如果你没有缺钙到必须吃药的程度，食补其实是更安全的选择。而且相比起单纯吞下一堆无机的钙盐，从天然食物中获取钙质，身体往往更容易利用，发挥团队作战的效果。说到底，营养补充也像团队作战，单打独斗不如携手合作。一个英雄也就是钙，要有助手，也就是维生素 D 帮忙，才能真正拯救我们的骨骼健康。那么除了牛奶，食物中还有什么钙源呢？很多人会说，多吃深色绿叶菜、芝麻、豆类等等。没错，这些都是含钙较高的植物食物。有人可能会说，那我熬骨头汤来补钙可行吗？遗憾的是，清炖骨头汤中的钙含量微乎其微，除非加入食醋并长时间熬煮，才能溶出一部分钙质。与其费劲熬汤喝下那可怜的一点钙，不如直接吃富含钙且容易吸收的豆制品更为有效。其中豆腐更是被称为天然的补钙库存。为什么说豆腐补钙厉害？我们来看豆腐的出身。豆腐是由黄豆磨浆后点盐水或石膏凝固而成，点石膏其实就是加入含钙的硫酸钙作为凝固剂，因此制成的豆腐本身就蕴含大量钙质。一般北方常见的老豆腐，也就是硬豆腐，每100克钙含量可达100-200毫克甚至更高。南方嫩豆腐相对稍低，但也不容小觑。
而且豆腐中的蛋白质和钙质相伴相生，对维持骨骼和肌肉健康都有帮助。别忘了，中国人自古不盛产奶制品，老祖宗们就是靠豆制品作为钙和蛋白质的来源。有人可能好奇，难道中国古代的人都骨头不好吗？事实恰恰相反，一些传统饮食中，豆腐正是强健筋骨的重要食材之一。豆腐的好处还不止于此，它价格亲民，烹调多样，老人小孩都能吃。据说在某些国外超市，豆腐作为健康食品，售价比肉还贵，可见它在营养学界的地位。豆腐富含的植物雌激素和大豆异黄酮对中老年人的骨骼也有保护作用。有研究发现，经常食用豆制品的女性发生骨质疏松的风险较低，被认为与其中的大豆异黄酮作用有关。更年期妇女适量吃豆腐，不仅补钙，还有助于缓解钙流失加剧的问题。听起来豆腐几乎是完美的骨骼守护者了，是不是吃了就能高枕无忧？如果真这么简单，那骨质疏松就不会成为全球难题了。我们还得回到开头提出的关键问题，钙吃进去了，身体能否吸收？很遗憾，单靠吃豆腐，补钙效果可能并没有你以为的那么高效，这中间藏着一个吸收率的陷阱。想象一下，你吃下一块豆腐，就好像往骨骼银行里存入了一笔钙的存款。然而，肠胃这个银行柜台并不总是配合，很多时候钙存款单还没兑现就被退回了。导致这种情况的罪魁祸首之一是缺少维生素 D。维生素 D 就像一把钥匙，没有它，钙的大门就无法顺利打开。人体需要维生素 D 来促进钙的吸收和利用。如果缺乏维生素 D， 即使吃进再多含钙食物，钙质也难以顺利进入血液，更别提进入骨骼了。所以，补钙其实有一个乘法规则，就是同时补充能提高吸收效率的营养，这样才能事半功倍。维生素 D 就是这乘法中的关键一员。有趣的是，在大自然中，钙和维生素 D 往往各自为政，富含钙的食物未必富含维生素 D， 反之亦然。因此，我们需要后天巧妙搭配，让钙和维生素 D 在餐桌上相遇，完成一次营养上的强强联合。那么，怎样才能获得维生素 D 呢？晒太阳是人体自身合成维生素 D 的主要途径，可现代人户外活动少，皮肤合成的维生素 D 远远不够，加上年龄增长后合成效率下降，许多老年人其实长期处于维生素 D 不足的状态。难怪医生常说，老人补钙的同时一定别忘了补维生素 D， 否则钙片吃了等于白吃。除了晒太阳，维生素 D 还能从食物中直接获得，可惜天然含维生素 D丰富的食物并不多，主要是一些动物性食材，比如鲑鱼、沙丁鱼等深海肥鱼、鱼肝、蛋黄、动物肝脏，以及经过日光照射处理的菇类。在日常饮食中，我们往往很难天天吃到大量这些食材，所以这就引出了我们今天要破解的秘密：豆腐和什么一起煮，能把钙和维生素 D 一网打尽，让补钙效果翻倍。许多人已经猜到了，豆腐的黄金搭档正是富含维生素 D 的食物。比较常见的有两大类，一类是海鲜，另一类是菌菇。我们先说海鲜，海产品中，鱼虾是维生素 D 的重要来源。例如，海鱼的肝脏和脂肪中富含维生素 D。过去沿海地区的老人家喜欢用鱼肝油来补充维生素 D， 就是这个道理。而虾类，特别是小鱼干、虾皮，也就是晒干的小虾米，更是钙含量惊人的食材，本身就含有钙，又富含某些维生素 D 和其他促吸收成分，和豆腐可谓珠联璧合。很多人小时候可能都喝过父母做的豆腐虾皮汤或海带豆腐汤，说是补钙长高的良方。让我们不妨想象这样一幕：厨房里一锅热气腾腾的汤正泛着奶白色的光泽，里头的豆腐和鱼虾静静煮着，鲜香扑鼻而来。你舀起一勺嫩滑的豆腐，趁着橘红的小虾米，点缀着些许翠绿的葱花，光看着就令人食指大动。这可不是普通的美味，而是一碗实实在在的补钙良方。老一辈也许不知道维生素 D 的科学名词，但他们懂得这碗汤能强健骨头。虾皮中每100克钙含量高达数百毫克，虽然我们每次只吃一小把，
但配上含钙丰富的豆腐，一汤两补，效果叠加。如果再撒上一点葱花和姜丝，不仅去腥提味，顺便补充的维生素 K 和抗氧化物质，对骨骼健康也是锦上添花。可以说，老一辈流传的这些食补汤品，往往蕴含着科学道理。他们或许不知道维生素 D 为何物，但直觉上懂得某些食材搭配能补骨。至于鱼类，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鱼头豆腐汤。在中国民间，鱼头炖豆腐一直被视为滋补佳品，尤其适合给产妇或体虚的人进补。为什么偏偏是鱼头搭豆腐？原来鱼头不但含有丰富的胶原蛋白，鱼脑含脂肪中还藏着维生素 D 等脂溶性营养。炖汤时，鱼头中的这些精华释放到汤里，正好和豆腐的钙会师，成就一锅乳白浓汤，营养美味兼备。有人可能好奇，那碗汤为何熬得发白发浓？其中一个妙招就是加入了煎得微黄的鱼头和豆腐，再加上长时间熬煮，乳化了的脂肪让汤色如奶。这道汤补钙效果有多强？有营养学家形容，一碗鱼头豆腐汤的钙吸收率可能不亚于一杯牛奶。如果再配上含维生素 C 的蔬菜，比如在汤里加些西红柿或枸杞，能帮助铁和其他营养吸收，可谓一举多得。难怪老一辈常说，这汤补人，产妇喝了更是据说有催乳、补身的作用，连皮肤都润泽不少。冬日的夜晚，家人围坐桌边，人人面前一碗鱼头豆腐汤，奶白浓郁的汤汁泛着香气，一口喝下去，只觉得全身都暖了，骨头纵然劳累，也仿佛得到了安慰。当然，传说归传说，但鱼头豆腐汤补钙暖身的效果却是实实在在的。除了海鲜，菌菇类也是豆腐的绝佳拍档，尤其是香菇等食用菌。如果事先经过阳光暴晒，体内会积累丰富的维生素 D 前体。把香菇和豆腐放在一起炖或炒，香菇提供维生素 D， 豆腐提供钙，两者相互成全。有人称这对组合为钙质黄金搭档，因为经常搭配食用，有助于儿童骨骼发育和老年人预防骨质疏松。在营养科学上，这种组合让钙的吸收效率提升明显。曾有研究指出，餐中如果同时摄入维生素 D， 能够将钙吸收率提高好几倍。有个形象的说法是，单独吃豆腐补钙是加法，而豆腐配香菇补钙就是乘法。同样一块豆腐，在缺乏维生素 D 时，也许只能吸收1成的钙，但加上维生素 D 后，可能吸收率成倍增加。香菇豆腐这道菜不仅营养搭配出色，口感也极佳。嫩滑的豆腐吸饱了香菇的鲜味，再点缀些青菜或红萝卜，提高色彩和维生素 C。一道菜满足味蕾的同时，骨骼也在偷偷欢笑。说到这里，你或许已经猜出我们标题中那个它指的其实不止一样东西，而是泛指那些富含维生素 D 的豆腐最佳拍档。无论是海鱼、虾皮还是香菇、蛋黄，都是豆腐的好伙伴。总结一下原理，豆腐提供高钙基础，搭档提供提升吸收的维生素 D， 双剑合璧，让钙质充分被骨骼锁住，不再徒劳流失。有意思的是，许多家庭料理早已不知不觉地运用了这个原理。例如前面提到的豆腐海带汤，除了豆腐和海带本身含钙，通常还会加几枚虾米提鲜，或者豆腐羹里打颗鸡蛋，甚至平日炒豆芽豆腐时撒点猪肝末。这些习惯性搭配其实都在不同程度上弥补了豆腐缺乏维生素 D 的遗憾。传统智慧往往和现代营养学殊途同归，想想还真是有趣。不过要让骨骼真正想脆都难，光知道补钙黄金搭档还不够，我们还得避开一些钙质小偷和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正所谓补钙有加法也有减法，一方面增加钙质和维生素 D 的摄入，另一方面要减少钙的流失和破坏。比如高盐饮食就是钙的头号敌人之一，吃太咸会导致钠离子大量进入体内，肾脏在排出多余钠的同时，往往把钙也一起带出体外。长期重口味饮食的人，即使喝了很多牛奶，骨钙也可能悄悄溜走。再比如磷酸饮料，比如可乐等碳酸饮料含磷酸过高，会影响钙磷平衡，不利于钙沉积到骨骼。而咖啡因过多也可能增加钙流失。所以如果每天大鱼大肉、重油重咸，
外加可乐、咖啡不离手，再好的豆腐、香菇汤也难挽回钙的流失。我们需要做的是适当减少盐分和含磷酸饮料的摄入，尽量避免上述那些不利因素，才能让补进去的钙安安心心待在骨头里。此外，骨骼想变脆都难，还离不开其他几个生活要素的配合。首先是适度运动，骨头也有用进废退的特性，你给它压力刺激，它才会更加紧实强壮。经常进行负重运动，例如快走、爬楼梯，适当的重量训练可以刺激骨细胞审集钙质，减缓骨质疏松的进程。试想，如果你每天补钙，但整天久坐不动，骨头饭来张口，久而久之也会变懒，反而容易疏松。所以想骨密度高，劳动和锻炼不可少。其次是戒烟限酒，吸烟会损害骨细胞的活性，酒精则干扰维生素 D 的代谢，这些都会削弱骨骼对钙的利用。最后别忘了心理健康和荷尔蒙平衡，压力过大和失眠会影响钙的代谢激素，间接对骨骼不利。此外，均衡营养同样重要，除了钙和维生素 D， 蛋白质、镁、磷、维生素 K 等也是骨骼强健不可或缺的元素。饮食多样能为骨骼提供全面的养分，也就是说，补钙固然重要，但我们仍需从饮食、运动、生活方式全方位呵护骨骼，才能真正做到老当益壮。说回开头的问题，为什么有些人明明一直在补钙，骨头却还是脆弱？现在答案清晰了吧？关键不在于吃了多少钙，而在于用对方法提高吸收率，并避免钙质流失。豆腐和它一起煮，补钙效果翻10倍，指的正是豆腐搭配富含维生素 D 的食材共同食用。当然，10倍这个说法是形容吸收效率大大提升，并非精确数字，但科学实验确实证明，有维生素 D 参与时，钙的吸收率可以显著增加。也难怪营养专家们常说补钙就像盖房子，光有砖头不够，这里的砖头指的是钙，还需要水泥把砖头牢牢粘在一起。所谓水泥指的就是维生素 D， 只有砖和水泥都齐备，骨骼这座大厦才能稳固。所以聪明的人补钙，从不单打独斗，而是懂得让食物们团结起来，共同完成强骨的使命。顺便一提，传统中医认为肾主骨，肾气充足则骨骼强健，所以不少老中医治疗骨质疏松会用补肾的方法，如配伍杜仲、桑寄生等药材。这其实和现代营养学的观点并不矛盾，因为所谓补肾食材，例如黑芝麻、核桃、山药、阿胶等，往往富含钙、蛋白质或促骨骼修复的成分，最终都能起到强健骨骼的作用。最后，我们再把重点浓缩一下，奉上一个骨骼强健小贴士：想补钙，餐桌上记得把豆腐请上席，再邀请一位维生素 D 丰富的好伙伴，比如鱼、虾、蛋黄或菌菇等同台共演，搭配出钙加维生素 D 的组合拳，你的骨头就像穿上了双重防护衣一样结实。另外，少盐、少碳酸，多运动，养成晒太阳的习惯，保持良好生活作息，长此以往，你的骨骼自然密实强健，不管年龄多少都能腰板笔直，腿脚有力。等到90岁谈笑风生走入生风的时候，邻居羡慕地问你保持骨骼健康的秘诀时，你可以笑着说，其实没什么，多亏了我钟爱的豆腐和它的黄金搭档罢了。这或许才是养生的最高境界，用平凡的食材做出非凡的健康成果。现在就赶快行动起来吧，别让这么简单的补钙秘方从身边溜走了。骨骼健康掌握在自己手中，